可能要跟各位小白来解释，是 Nautilus 为什么这么贵？我经手过的送修比例最高的就是50.95啊。Hello， 欢迎来到一群网友，我是一群网友的 Ryan， 今天还有我们的张总。大家好，张总是这个我们就不用卖关子 ，Nautilus 35的 1.2 光圈的，在这里啊，这两个大中小，大中小什么意思？没有，这都是 Nautilus 啊，全部 Nautilus 本来大家知道的是50的焦段嘛，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 Yes 50的 Nautilus 0.95哦啊，这个大坑的这个呢，75的第一颗 Nautilus 75 1.25哦，所以盒子大小也代表那个价钱的高低。没有，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因为 EV1 开始卖的时候，是一堆的厂家开始在回头去找很难对焦的大光圈。因为啊，说真的哦，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嘛，6000万像素。那当我们在0.95 1.0对焦的时候，啪压一张，再来要怎么办？放大来看，10张或9张是不准的啦。对了，没错。可是 EV1 上次试过了，对啊，峰值不用吃叶黄素，没，我做顾不加，今天自从用了 EV1 以后，对。好，那今天重点当然应该是刚刚最热门的第一款35的 Nautilus， 因为 Nautilus 当然50的焦段先有嘛，那当然要往远的焦段来做，太大坑啊，对了，镜头很大。那35 Nautilus 其实也不是说今天才上市这刚刚大家才知道，徕卡要做35的 Nautilus， 其实讲很多年了，这个早晚要去突破这个光学的这一个极致嘛，总不能搞一个35 0.95吧？不是做不出来，可能会很大，起码做大坑，因为它解决那个暗角全画幅的暗角是好不容易我们终于盼到了。从去年底就知道了啦，那终于有上市的35 1.2，我们赶快来开箱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好，好不？开箱。我把镜头都开出来。好，这银色的呢，这个也没有开过呢。银色的我还真的没看过，没看过哈。50的夜神，然后还是银镜，一般都是黑色的。对啊，就像最近不是很多客人都在问这个35 1.2， 35 1.2嘛。对，我有个熟客说，阿希德，我能不能等那个以后出银色的再买？我说可以啊，看要等个5年还是？这个不知道隔多久才有银色的。0.95 黑的应该出来10几年了嘛，我没有记错，它黑的上市应该起码有7、8年还是8、9年之后才有引进出来嘛。你没有看过？全新的呢，这个也是全新的。热等等。它怎么还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这么特别啊！来。引进好，我们把它特规的呢，放这边。特规的，所以是红色的字，它也算正常版啦。不是，就是.95银色的都配红字。是.95有啦，其实1年多前，大概2年前有出过一颗只有100颗的限量版，那个我来努力看看 ，Pure 纯钛的 Titanium， 纯钛的中也是吓死人的。干了100粒呢。你这边总是会有这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好东西。旁边安全更的低啊。然后这个75 1.2 75的 Nautilus 也出来好几年了嘛。对，那它只有黑的只有黑的，所以35 1.2，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2颗拿出来我以前都这么精致，都有一个小盒子，再一个盒子，再一个盒子，这样。是。哇塞，那现在就变这样。徕卡就去年嘛，就环保包装嘛。环保包装。好。这银色的包装应该也用了20几年了。对，这个多久？这个多久以前的了？包装大概2000年。那个是2000年的建筑。不是啊，我只讲这个包装啦。75 1.2， 我还在北拉维塔那时候大概7、8
7年有了啦。哦7年有啊啦，7年有了这样。75哈，来50，哎，35来开了。这台湾第一颗吗？台湾没意外，应该是啦。好轻巧，嗯，哎呦，好可爱。来，大中小排一下吧。它跟35真的没有差多少哎，跟那个 APO 对，真的没有差多少。跟1.4，它高度只有50公分嘛，然后口径是49，比想象看图片的感觉还要再小一点。对，而且它才400多克而已，416公克。嗯，夜神35 1.2，漂亮。哇，那这颗现在官方售价，哇这台湾的话，那个30几万嘛，哎啦，30几万，哇，这意料中的事，漂亮哈。那夜神当然 Nautilus 50 0.95，当初其实为了突破，它其实是第3代嘛。哦，它这个已经是第3代了。对，第1代是1960几年的50 1.2，哦，1.2，你见过它的黑漆嘛？对，复刻的黑漆。对，那 Original 你还没有见过啦？对 ，Original 还没见过，因为 Original 数量蛮少的。我之前我当然也卖过不少啦，但是这2年真的价格高得不像话。有机会我们再拿到，今年的再拿到，我们再来。哦，就是1.2就像是 Nautilus 的3代嘛，这个是阿公啦。对，那他的爸爸我柜子上有3颗1.0，1.0的产期比较久。那 1.0 又被细分为4代，V1、V2、V3、V4，很特别的1.0全部都黑色的，对，没有做银色的。那后来从 1.0 光圈再突破了，这不到1格啦，1到 0.95，大概只能小小的，搞不好1/3几的光圈都没有。可是至少徕卡已经做到突破了，对，而且是非球面镜，当然它还是2片非球面镜啦，只是没有特别去讲它的规格而已。所以50 0.95也出来10几年了嘛，那自从50 0.95出来之后，大家当然就会期待35，因为毕竟你看你也常常在街拍，那用徕卡相机，我们常用的焦段就是35、50、35、50。对，那如果有一天可以出一个35的 Nautilus， 很棒，因为 Nautilus 我的印象都是只有50。是啊。那当然几年前它也突破了75，虽然它目前以 M 镜来讲，它应该是算重量比较重的那一颗啦。可是这个没啦，哥，你要想想看日系的镜头。哦，对了，对吧？就是真的是其实很沉。其实你看为什么大光圈大家这么喜欢？对，因为透还有它的散景对，所以一直以来不是说我们只追求大光圈，而是这种超大光圈。那在徕卡，你看 1.4 到 2.0 中间，我们称为 Sumilas 1.4跟 1.2 就差这样一点点，差不多半格啦，半格有啦。这个最新的你这1.4嘛？对，1.4 35也是1.4，而且还有微距功能。有微距功，我知道它很过分。Nautilus 它也有微距功能，是，所以这一颗真的是，就是买了，别有什么话好讲。安内不该淡季的啦淡季的啦不要卖了，对，然后淡季现在非常热，是，你看它硬生生又做了微距，所以它还是2段微距，所以因为M 镜有微距功能，微距的部分没有办法用rangefinder，它不能够合焦嘛，所以还是得要用 EV1 来看，不然会没办法掌握到。对，所以出门有rangefinder很重要嘛。对，那包包拿起来就直接拍了。EV1 也很重要。EV1 就很轻啦。那你知道意思啦对，我知道。以后要带2台出门。对，有点累，你知道来这边消费都要带2台相机。这一颗当然光学结构非常的厉害，我们只能说非常的厉害。徕卡的镜头，那当然35 1.2平心而论，它也不是全世界第一颗啦。对，但是你要做到这么小，然后光学品质，
你觉得现在比较有趣的问题是，那像我们在聊的35的 Nautilus 跟50 Nautilus， 拢是大光圈嘛？对，啊，我几粒就好啊？对，是吗 ？No， 为什么？当然不对啊。怎么说呢？我们那种小白可能很没有办法去体会，就是你那种资深的玩家跟藏家跟摄影师的对于这些镜头的这种喜好跟选择。一是焦段哦，我们摆明了先看焦段嘛。那当然就像来那手法铝镜头，51.4，35.4不用吗？也是要，因为我帮你传好啊，你柜子来的。哇塞，好，你知道？不，因为出去拍照，对，焦段不一样，代表你的构图方式，那你的视角全部都不一样嘛。好，那虽然他们都是 Nautilus， 可能散景会比较接近那个氛围，比如说50的 Nautilus 跟35的 Nautilus 的散景氛围，是不是会比较蛮接近一点？这个是应该是的，但是说是的，毕竟它是35的焦段，它是50的焦段。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家要35焦段的 Nautilus， 50甚至75，当还没有它的时候，客人有50的0.95， 75的 Nautilus 1.25出来，也是马上说，他们两个视角比较接近一点，标准有一点小望远，对，炸几粒就好啊，no， 75毕竟在拍，尤其是散景，它还有加上一点点压缩，差别在景深的问题，压缩的景深的一个效果。所以75 Nautilus 就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陈总似的，是，你知道75 Nautilus 超级漂亮，现代镜，我们讲这个，它 Nautilus 75跟35都只有现代镜，他们都是非球面镜，他们并没有之前的，不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代的上面有它的 1.0 的88，还有它的阿公 1.2， 对，那他们属于就是老镜哦，对，就是球面镜的，非球面镜，还是1.0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但是75的话，它就是第一代了，1.6第一代，但是刚才说35也就是第一代了，是。拢是 Nautilus， 早一粒出力是落啊，绝对不是的。那三粒比起来你焦段不一样嘛。客人出去拍照，你不要说我们小白是就使用徕卡的客人，我什么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几乎每个客人徕卡的客人，他们都有0.95，但是不大会，坦白讲，不大喜欢常常拿出去拍照，重，以 M 镜自家比起来，它真的700公克你看大部分的镜头也超过500的没几颗嘛，所以当懒得带出门，摁了机身其实不重，那它上去有点头重脚轻，对，平衡感的问题，对，还要弄个皮套，还要弄个把手之类的，客人会觉得。那再一个原因是那个我在台湾经营徕卡也超过20年了是。坦白讲，这些镜头徕卡的 M 镜坚固耐用，这个从以前到现在，这大家都知道的啦。对。M 镜毕竟我这20年来我经手过的送修比例最高的就是50 0.95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有干嘛？因为重，所以摔到，是这样吗？第二拢总是摔掉的。我送过的0.95送修送回去德国维修的100%都是摔到的。你30几万，现在40几万，对，涨很凶啊。出去敲一下其实有很多客人，你看这个遮光罩变形或者是刮伤，要是你的，你会怎么样？就拿那个漆把它涂一涂。把它抛光，不行，它是个工艺品，那所以出去拍照压力会很大，对，一个是重量嘛，第二个压力会很大。那其实那0.95，尤其是在微弱光线之下拍照漂亮，那大白天的拍风景，所以可能出国旅游，所以比较多的客人不见得会把它带出去，可是你看现在做一个35的。你说你出国会不会带它？我就是想说，
因为这样很小，它又有大光圈，对，又有微距，所以又是35的焦段，体积又小，重量又轻。对，所以我在排队的没问题，没问题。你懂这 perfect， 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镜头。对，有可能吗？就是以后50的也做成这么小？我不知道，你问我不敢说，这么小已经是奇迹了，它已经是奇迹做成这么小了。那有没有可能之后的50也做成这样？我们期待嘛。对，毕竟它就这样一样这么小，然后这样。Nautilus 毕竟50，它已经第3代了嘛。那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我们就来期待嘛。它的下一代跟它1、2代比起来，其实第1代因为是 1.2， 如果论口径论大小，反而第1代比较小一点点。第2代0.9，咱起来比一下，还没几乎是差不多，口径拢是60的。我看也是差不多，因为福伦达也是福伦达的口径其实再大一点点会常用嘛，就是比较宽一点。但是因为设计的玻璃设计的不一样啊，所以福伦达的它重量有轻一点啊。对，可是这个牵扯到你知嘛，镜头的扎实度是没有错。明镜头 Nautilus 在因为从战争的时候就是说你总不能叫战地记者对吧？拍个照，不要动，暗着说，不是不要动你啊！你也发现我播起来灯，那个闪光灯拿过来一下，不可能嘛？对，其实夜神的名字其实是这样晚上对，那像我们平常就很多客人，你知道他们当初买0.95其实出国带出去压力又大又重，有时候在家里面你说吃饭餐厅比较一个昏暗的，或者是晚上好的餐厅都很可以出来翕起来漂亮，我们可以上一些这些生活照片，大家参考一下。那35热腾腾的刚刚到的，我们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来试一下使用一下。我们频道不像是这种评测的。免评测啦，拍谁安尼讲嘛唔对啦，因为评测的我们不负责评测，对，很多大神都评测过，是，但是我只是觉得是说，可能要跟各位小白来解释，是 Nautilus 为什么这么贵。就上次我们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那当然有跟大家来讲说 Nautilus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为什么这么贵？0.95呢，根本就是不符合成本，然后呢，出厂的那个颗数又少，所以大家又很疯狂的去排队去等待它这样。那现在这一次真的是前这1个月几乎 IG 上都是他的新闻，没有别的了。好，我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贵？官方说法，来看官方说法，这个剂量不符成本啊。对，哪边不符成本？材料。再讲明确一点，一颗镜头的玻璃片数，动辄8、9片、10来片，每一片玻璃的良率，因为对徕卡来讲 ，Nautilus 这种大光圈，它对玻璃的良率要求非常高。一片玻璃从玻璃砂原物料，从温度嘛高温形成，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那个他们是按照规矩来的。按照规矩是怎么样？你 SOP 对，你知道玻璃要升温降温还不简单，对，问题在降温，你要慢慢降，因为这个我曾经我讲一个笑话，当初我在那个10几年前就是开台湾第一间 Leica Store 的时候，我们在贝拉维塔嘛那个我们的门市是很狭长的那个玻璃门嘛，也本来就是落地，整个前面很狭长的。除了就是落地门就对，落地门。我因为卖徕卡，结果那个因为德国徕卡的人来检查装潢检查装潢，你知道这跟镜头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懂。他检查装潢检查玻璃有无，那8 mm 10 mm 不管嘛然后真的德国人应该是职业病，他一看那个玻璃门窗玻璃就玻璃不嘞。玻璃它也是有它的净度跟透度的。你说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很狭长，所以我们玻璃没有办法一整片，又是有弧度的，是一片一片接起来的嘛？对所以是不是要裁切？对那不管制造过程我们不知道，他去看为什么这个玻璃的边缘里面有气泡？
他还叫我们看，他叫我们看说为什么有气泡。哎呀，那真的近的去看，那玻璃里面为什么有气泡？问题就出在说高温溶解玻璃砂，然后你要降温，你如果温度控制不好，还是速度太快，气泡就造出来。哦，原来这镜头呢？开玩笑，你哪边有觉得气泡拍起来就气泡当然在一片玻璃里面来讲，它是瑕疵嘛。对啊，你如果再加一点小小的灰尘，还是一些杂质进去，那不就毁了？所以它成本高是高在说，这是官方说法，它的每一片玻璃的良率，因为他们要求高，他们还要用放大镜下去看，不然就淘汰掉它。我讲来，我北台台那个玻璃是气泡是肉眼就看得见的。我讲受改还有这一招啊！我不知道，人家来检查装潢，这个原厂的人又不是德国莱卡做的，当然是local过当地的装潢厂商做的嘛。是检查玻璃的气泡，这是整理瑕疵这是整理吧？不是跟我没关系啊，我乐得高兴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当然点95为什么成本这么高？是玻璃良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讲较紧的就是说他们在制作一颗镜头的成本那么高啊，所以官方说法其实0.95，尤其是针对0.95，对，那因为0.95又比1.0它的那个边角失光又改善了不少嘛，是，所以在光学的那个透度、良率各方面，它要求会更高，所以它的良率更低啊。这几粒卖公了几粒啦，这是官方说法，是，所以你说它一颗30几万、40几万，德国莱卡真的讲过啊，0.95他们是不赚钱的啊。那这个刚出来，我们等一下，现在没有官方说法。好，那以我们使用者来讲 ，Nautilus 真的经典，为什么要买 Nautilus？以大光圈镜头，它的我讲翕起来你就知道那种散景迷死人，是，这是氛围会不一样。对，这是大家都认同的。我讲不要紧啊，我1.4就好啊。不同嘞，差2，刚才翕起来怎样？1.4跟不要说0.9啦，1.4跟1.2，一样。今天这种阴的天气，来室内现在山景柔顺度跟我们真的就是不一样，赞啊！这个买回去拍太座就不会被骂了。不会啦，镜头小小一颗，对吧？太座要安好，被骂另外一个人是啊，这几个镜头我在机啊，不要讲，我们都会去后面啊。尾数就直接少一个0啊。对。好，35 1.2 Nautilus 我们正式上市，而且我们开箱了，接下来我们再好好试一试，不管是在徕卡机身，甚至转接到其他的相机上面，需要的就来赤峰街找张总。对，好的，没有问题，是没有打折的。对，尽量跟堂哥打折不了，这0.95当初上市，Nautilus 真的没什么空间呐，各位真的没什么空间。不，这不可能的代志。这句话是我自己要讲给他听。好 ，OK， 就到这里了。好 ，OK， 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